这超正昂在叫晚风转色。王者的战绩，称霸只差单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，在處心在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罗子宁，你冒充格格。端明的背后的确是有只小蝴蝶，先皇和太皇太后都见过。你是真正的端敏格格，一切都是卓树堂的奸计。哀家认为这个反贼应该凌迟处死。反贼行刑之日，格格应该亲临现场，在王公大臣、文武百官面前亲眼监督反贼行刑，以表忠于我大清的决心。皇兄知道你不想来这里，待会儿不想看就别看，很快就会结束。一定要看！你要知道，这次是皇祖母对端明的试炼，再不愿意也好，这场戏一定要演给皇祖母看。二皇兄，要端敏看着行刑实在太残忍了，根本就是皇祖母有心为难。端敏也是我皇妹。我只希望她以后在宫中的日子好过一点。谢谢你，子宁以后就拜托你好好照顾她了。卓树堂，你想说什么？单凭胎记，他们很可能还有所怀疑，但是只要看到我存心不良，他们就会相信。不过你千万要记住，千万不能告诉子宁，这会对他在宫中很不利，知道吗？放心。安心上路。时辰到。不要再看了，我去求皇祖母准你离开。不行，皇祖母一直在留意端敏，至少要让皇祖母看到，端敏亲眼看着桂子受下了第一刀之后，他才算过关。端敏在惊恐之余，内心充满疑窦，但是突然间，他看到卓树堂一个眼神，
同时，他们父女透过天空中的一个风筝，使他忆起一段童年往事。那年他8岁，他和父亲在山野放风筝，谁知道一个意外，他受了伤。当时他很痛，卓树堂很紧张地背着他，然后跟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子宁，你记住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，爹都会保护你。”端敏这一刻才明白，这句话是父亲对他一生的承诺。醒醒！自从白喜堂被朝廷查封了之后，整个大石栏都人心惶惶的。最近啊，连街上的人好像也少了哦。现在满街都是通缉可儿的告示啊！啊，真没想到他居然会是日月会的人。哎呀，糟了，原来卓老板是个反贼啊！那子宁姑娘会不会有事啊？你失心疯啊！子宁是格格嘛，皇上的妹妹怎么会有事呢？那倒是啊，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许再说宫里面的事。是他先说的，他先说了。你问我的。总之你们少说些废话，尤其是宫里面的事儿，我一听到就生气。双喜，什么事这么生气啊？窦宝哥，走。不过双喜说的对，你们不应该对宫中的事指指点点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那快去干活啊！去吧，快！怎么样？打理长满楼是不是很辛苦啊？都是以前做惯的事情，不过他们3个真是我的好帮手。那就好。好了，我要回去当班了。表哥，这些菜肉包刚刚蒸好，你带回去吃啊。留给你自己慢慢吃吧。走了。表哥，我知道你不想再听，但是最近真的发生太多事，现在连白喜堂也查封了，宫中险恶，我真的怕你，我梦到你提这个人头回来啊！傻丫头，你也说是做梦啊？做梦怎么可以当真呢？我经历这么多事情，还不是好好的在这里？何况目前不是时候离开。这样吧，下次我回来，你做百宝鸭给我吃，好不好？当日在乾清宫，我以为爹真的一心想利用我来报仇，我以为他存心不良，要我们骨肉相残。但是其实，他是别有用心。其实你爹这么做，都是为了要保护你。你这话怎么说？总之，你爹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要保住你的命。你记住，你不只要活下去，你还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别辜负他的期望。好好的活下去。有时候我看着自己，我都分不清楚自己是谁。我是宫中的格格，皇上的亲妹，皇上、太皇太后、太妃、恭亲王、裕亲王，他们每一个都是我的亲人。但是我对他们一点都不认识，我觉得他们很陌生。原来在皇宫里面，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有亲切感又可以相信的人，就是你。其实我也未必是一个值得你相信的人，起码你不会伤害我。但这不表示我可以保护你。在宫中，我只是一个侍卫统领，很多时候都身不由己，甚至将来我可能会做一些事伤害了你。如果我真是常山赵子龙，一身是胆，打不死，那该多好。
总之你记住，在宫里面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一个，你要保重。奴才告退。建成带来这款燕菜糕，不知道合不合二福晋和端敏格格的口味呢？味道很清甜，端敏很喜欢。燕菜有美颜之功用，我们女人最受用了。怀了胎的妇女吃得多，对胎儿也很有益处。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其实建成已经怀有王爷的骨肉。贵人恭喜五福晋得偿所愿了，我祝你早日为五王爷添个小阿哥。端敏也恭喜五福晋。自从王爷得知他将为人父，不知道多紧张，还要建成留在家中安胎。建成要多番要求，他才让我进宫来见你们两个的。五王爷也是爱惜你啊。那建成想亲口报喜吗？端敏就快为人姑姑，很多事不要放在心里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将来你也会嫁个好人家。稍后太皇太后将会为你安排婚事，帮你找个好骏马。其实我们女人只要持家有道，开枝散叶，自然就会得到丈夫的宠爱，就像建成和皇贵妃那样。建成，你真是天真，男人的心很难猜的，随时表里不一。你以为他的心向着你，也许他心里面有别的女人呢。二福晋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要守住男人的心不容易的，你肯定五王爷的心里只有你一个。王爷对建成当然是一条心，他不止样样关心我，还特别紧张我的饮食。他还特地问太医，好像一般的药材，譬如山楂、珍珠粉，对胎儿是有害的。其中有种松丝叶，本来是拿来凝神安眠之用，但是如果闻得多，就会引致滑胎，一定要小心忌用。五哥真是对五福晋无微不至。贵人只是随便说说，你不用这么认真，小心吓着胎儿啊。对了，刚才我去探望过皇贵妃，她说太医提醒过她，说她胎儿怀得不是很稳，千万不能够动气。是吗？太医还说皇贵妃身子虚弱，要是能够找到高丽的人参王就最好了。今年高丽不是进贡了2只人参王吗？皇上一片孝心，已经把这2只人参王送给了太皇太后，还已经服用了。我看要等到明年高丽进贡，才会再有这种人参王。皇上已经派人四处寻找，不过这种人参王不是那么容易找到。这只人参王，你尽快带进宫中，送给皇贵妃。好了，福晋，终于找到人参王了。王爷贵人事忙，还这么留意表姐，真是有心了。皇上最近命太医到处张罗高丽人参王，侍卫营也接到消息，知道皇贵妃气虚血弱，龙胎不稳。太医还说人参王补中益血，有助皇贵妃安胎。连太医也要大费周章去搜罗，反而王爷这么轻易就找到这只人参。说起来，皇贵妃真是鸿福齐天。本王最近认识一位朋友，刚好跟高丽有生意往来，他还有门路找到人参王，于是我就托他把人参王用快马送来京城。王爷对表姐真是格外留神，处处都为她着想啊。皇贵妃不只是你表姐，还是我的弟媳，如今更怀有皇上骨肉，我当然为她着想了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王爷对表姐好是应该的。好了，本王还要回书房审阅公文，你记得亲自把人参王送给皇贵妃。贵人知道。王爷对皇贵妃真是无微不至，千辛万苦为皇贵妃找到人参王，皇贵妃吃了之后一定会生个白白胖胖的小阿哥。啊，你说够没有？说三道四，知不知道你这样是对皇上大不敬啊？奴婢不敢。你刚才那么说，就是说王爷和皇贵妃有暧昧的关系，所以才对她这么好，是不是？
奴婢无意冒犯皇上、皇贵妃，求负荆恕罪，求负荆恕罪。不要再让我听到你说这种话，给我滚！滚啊！既然王爷那么在乎你，我就帮他亲手交给你。王爷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只高丽人参的，他千叮万嘱我一定要亲自拿到宫中给你安胎补身。表妹吩咐下人送到宫中就行了，你何须花费心神亲自送来给我呢？不行，王爷再三吩咐要我亲力亲为，我怎么可以假手于人呢？表妹和玉亲王真是太好了。本来表姐怀有龙胎是天大的喜事，可惜你身子虚弱，龙胎不稳，所以你一定要依太医所说，多些饮用人参炖的汤，那你就可以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小阿哥了。她生下来一定会像宝泰那么可爱。对了，之前你不是跟我提过，自从有孕之后，一直都寝睡不宁吗？我特地做了个香囊给你，里面的香薰草具有凝神安寝的作用。你只要把它挂在床头，自然可以令你安宁入睡了。表妹真是细心。你是我表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当然关心你了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生个白白胖胖的小阿哥，记得挂在床头哦。你一天不懂得放下心中的罪孽，就会像这棵树的落叶，怎么扫都扫不清，生生世世缠着你。放下？怎么放？我齐家和聂家那么多条人命，谁赔给我啊？应该说是你害死你爹娘才对。要不是你坚持要报仇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个下场？就因为你心里种下了仇怨这个因，所以就结了这种果。你养父养母，你的亲爹还有卓树堂，他们个个都因你而死。你看看你的手沾满了鲜血呀！现在双手沾满鲜血的是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婆，不是我。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，都是因为她呀！我不报这个仇，难道真等天来收拾她？进宫之内，就一个太皇太后吗？他们个个都是豺狼虎豹啊！你要报仇，不只是以卵击石，还要被逼同流合污，继续像卓树堂这样的忠良。因果循环呐，就算让你报了仇又如何？最后你也会陷入万劫不复、得不偿失的。就算万劫不复，我也要报。我养父养母，劳碌一生，只想过平凡的生活，结果如何？还有，我爷爷、我爹，一生于中，只想报效朝廷，结果又如何？结果是个个连命都赔掉了。当了御前侍卫就要忠心，生死操纵在主子手里，要保命就只有退出。退！我现在深得皇上器重，玉亲王当我有如亲兄弟。大好形势，我只差一步。我走了这一步，我大仇就可以报了。多宝，你看看地上的树叶，回风动地起，飞沙风中转，哪里是始，哪里是终？漩涡之中，连太皇太后都不能自拔，何况你只是一片小小的树叶。梧桐叶落，犹有动枝。不要小看这片树叶，没这片树叶，怎么使回风现形？总之，除了报仇，还可以协助玉亲王拨乱反正。此乃大丈夫所为。要知道，玉亲王心机太重，可能一直在蒙骗您呢。总之，我和玉亲王都是被太皇太后所害。所谓同仇敌忾，只要我铲除了这个老太婆，我自会全身而退。奴才叩见皇。
聂兄弟，王爷，看来你心事重重。我明白，原来端敏是真正的格格。想起当日要他亲眼看着自己养父受刑处死，你跟他一向很熟，一定很担心他。宫中变幻莫测，很多事都很难预料。没错，就说这次皇上忽然之间开凿运河，改变主意，君无戏言，朝令夕改，只会引起群臣不满。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，皇上贵为九五之尊，要下一个决定，居然那么困难。皇上也是人，同样会犯错。如果依他所言改建运河，不止浪费了国库银子，扰民又不见成效。看来康熙的才能一样有问题。但是皇上圣明，天下皆知。我认为是有人左右了他的决定。聂兄弟，此话何解？实不相瞒，昨晚纳兰性德送了一封密函给皇上，皇上看完之后，显得非常烦恼。今天就改变了运河的路线。我认为两者有着莫大的关联。要是知道密函的内容，对我们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可以左右皇上的人，只有太皇太后。运河工程牵涉繁多，如果太皇太后真的插手，当中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。原来密函是清水镇的崔主簿所写，皇上居然真的听其所言，将运河路线改变。本王把真相告诉你，只是不想你蒙在鼓里。密函所报，运河路线原本打算途经清水镇，所以皇上才下旨把清水镇北移50里，到时还有赔偿。没想到现在皇上居然听信奸人所言，出尔反尔。纳兰大人，本王听到的似乎有点出入。王爷，纳兰大人早就知道运河路线，丰台镇更是运河终点，那里也是八旗子弟聚居之地。于是你就串通他们囤积土地，早着先机，对不对？在这件事上面，纳兰大人费尽心力，不过皇上一声改道，大人便损失惨重。王爷，事已至此，还请王爷多多指教。不敢当，皇上这次这是错得很离谱。清水镇只是几千个汉人聚居之地，皇上单凭崔主簿的所谓仗义直言，不惜得罪八旗子弟，似乎稍欠英明。岂有此理！本官也有听闻，清水古镇这个崔主簿在当地聚集汉人百姓，说要誓死反对搬迁。其实他们只是无理取闹，贪图多些赔偿。不过事到如今，皇上金口已开，恐怕我们也只好遵从。那倒未必，只要大人跟本王合演一场戏，丰台镇依旧是运河的终点。朕今天召见各位卿家，是想钦定运河的最新路线，以便早日完成工程。皇上，请恕奴才斗胆。皇上改变初衷，运河终点处由丰台镇改到成安镇，当中可有因由啊？朕详加审阅过运河的路线，认为成安镇较丰台镇优胜。成安镇地处四方河道交汇，乃是水陆交通的中枢，而且河道向北流向，途经3县，必利其经济民生。而丰台镇人口繁多，朕不想他们受迁徙之苦，所以把终点设于成安镇。皇上英明，开通运河有利万民。不过丰台有10个村子的村民已经迁徙，万一运河工程有变，恐怕他们要再受迁徙之苦。皇上，奴才听闻一个传言，皇上改变终点处于长安镇，另有原因。另有原因？但说无妨。奴才听闻清水古镇一个小吏崔主簿上血书与皇上，望皇上收回成命，令运河不要经过清水古镇。皇上，此事奴才也有所闻。这个崔主簿近日四处夸口，
说全因为他上书皇上，才能够救了清水镇这个千年古镇，还口口声声说运河途经清水镇就会毁了这个千年古镇，更加会引起汉人仇恨。皇上最后也因此顾虑，毅然改道，连钟点处也绕过丰台镇。奴才想知是否属实？纳兰大人，为了区区一个小吏的几句话，皇上怎么会改变初衷呢？朕的确因为崔主簿一封血书，把钟点处改成了成安镇。正如其所言，朕不想因为运河一事毁了一个千年古镇。皇上，清水镇虽然是千年古镇，但是当中只是聚集了几千汉人，相反，丰台镇聚集有几万满人，此举恐怕有偏袒汉人之嫌。难道满人的利益就可以白白牺牲吗？皇上，当初为了开凿河运到丰台镇，已经花费了50万两。要是现在为了清水镇区3000个汉人而改道，恐怕不值得这么做。凡事不能够只从利益着眼呢。皇上，当年八旗子弟为我大清取得江山，流了多少鲜血，牺牲了多少性命，皇上应该不会忘记，天下满人也不会忘记。改道一事，若是理据不足，只怕到时候天下满人误会皇上只是偏袒汉人，后果堪虞。大胆！皇上怎么会忘恩负义？皇上处事大公无私，更加想满汉融合，绝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皇上，满朝文武百官议论纷纷，所谓星星之火，恐怕会蔓延到朝野满汉之争啊！请皇上三思。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今天群臣出言不逊，他们这么说就是指皇上处事不公，偏袒汉人，实在有所僭越，有损皇上圣誉。其实皇上并非担心圣誉受损，皇上只不过是不想再次引起满汉之争，令百姓受苦。开河道治水利实在迫于眉睫，朕此举是要令万民免受洪水之祸，并非要彰显荣誉。可惜朕一番苦心，最终也被人借题发挥，说朕偏袒汉人，掀起满汉矛盾。崔主簿为何如此陷朕于不义？皇上，奴才已经审问过崔主簿，他连声喊冤，说感激皇上体恤汉人，怎么会在背后乱说话呢？奴才认为崔主簿确实是毫不知情，当中必有内情。崔主簿是否泄露风声已经不重要。当下群臣议论纷纷，满洲官员更争相指责朕，说朕处事不公，还令满汉关系紧张。朕的原意并非如此啊！皇上，世事岂能尽如人意？皇上一直以民为本，实在问心无愧，皇上不必自责。朕之所以接纳崔主簿改道的意见，是鉴于朕即位以来，反清之声仍此起彼落，削三藩、平台湾、铲除日月会，朝廷元气已经大伤。朕不想再催化汉人对大清的仇恨，所以才想安抚汉人的心。哼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反而引起群臣不满。朕自问即位以来，一视同仁，并无偏袒任何一方。是不是朕力有不逮，才会弄得如今这个局面？清水古镇虽然只有3000汉人，其实皇上是顾虑到普天之下汉人的感受。皇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稳定两族的关系，所以皇上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千万别让群臣左右决定。多宝，你的意见呢？奴才相信，皇上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都是以天下百姓福祉为首要。皇上实在不必理会那些满族大臣的意见。荣若、多宝，还是你们俩明白朕的心意。此事既然关系到民生，若运河不开凿，明年大水淹至，必定会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。好，就照朕的意思，把河道终点定于成安镇，这样才不会违背朕以民为本的初衷。
皇上英明。太皇太后命奴才查的事，奴才已经查到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崔主簿的确是曾经暗中上书陈情，但之后并没有对任何人透露过内情，就连他的家眷也全部知情，更遑论他四处散播谣言。依奴才估计，应该是有人偷看了密函，再把内容公开，把罪责推在崔主簿身上，陷皇上于不义。什么人这么大胆呢？居然偷看皇上的密函！密函放置于南书房，应该就是可以在南书房进出的人。当然，每天于南书房进出的人众多，光是太监已经有15人，再加上宫女、御前侍卫，一共超过50人。奴才一一查过，其中有3个人嫌疑最大。你说的是小张子、纳兰信德和聂多宝？但是小张子纳兰性德服侍皇上已久，从来没有出过乱子。又是这个聂多宝。阿玛，这次回京你会逗留多久啊？桂纶很挂念你哦。桂纶，这次进京，其实阿玛是想长留京中休养，以后都不会再走了。那关外军务如何处置啊？阿玛身子日差，所以刚刚进宫觐见太皇太后，就是想跟他老人家商量，要把2旗的军务正式交给福全。可是太皇太后大加反对，说福全经验尚浅，不宜兼统2旗，还说如果我不想打理，就会请皇上另觅人选。之前听闻你和太皇太后关系好转，没想到他仍然对你存有偏见。皇祖母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阿玛，既然太皇太后不赞成，那么我们跟你一起离开京城，去关外生活吧。哎，关外是严寒之地，你和宝太怎么能适应呢？还有，本王要留在宫中匡扶皇上，怎么能够说走就走？难道你想一辈子留在京城，一辈子被太皇太后打压，永无出头之日吗？要是到了关外，你就可以摆脱太皇太后的掣肘，自由自在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不肯走，是不是因为在京城还有什么令你依依不舍？哎，说得好好的，何必动怒呢？桂纶，你别勉强福全，很多时候他也是身不由己，由不得我们选。如果他要选，一定可以选。桂纶，此事容后再谈。岳父大人，交还2旗事关重大，既然未有定论，不如留在裕王府多住几天。好，本王正有此意。我叫你留意二福晋，近来可有异样？回王爷，二福晋近来确实有点奇怪。当王爷回府的时候，二福晋分外体贴，不但嘘寒问暖，而且还吩咐下人准备各种补身的膳食，甚为关心王爷。没错，他近来很关心本王。但是当王爷不在府中的时候，二福晋脾气相当暴躁，奴婢下人只要说错一句话，就立刻被惩罚。说错什么话？就前几天吧，小明见王爷找了高丽人参王给皇贵妃补身，只是说了几句王爷关心皇贵妃的话，二福晋就大发脾气，掌掴小明，还说小明对皇上不敬，乱说话会使人误会王爷和皇贵妃关系暧昧。二福晋一向和善，以前不会这么对待小明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还有一件事，听小明说，二福晋吩咐小明去买香囊和松丝叶，但是没有说要拿来做什么用。松丝叶有凝神安眠之效，不过孕妇忌服。桂纶，你经常进宫送来补品给表姐吃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只要你们母子平安，这些小事算得了什么呢？以前我怀宝泰的时候，早晚都会吐几次，不知道表姐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之前也有的，不过自从吃了高丽参之后，的确是好了很多。那真是要多亏王爷了，
怀孕期间一定要小心饮食，表姐记得别吃错东西。桂纶每天都送补品来给表姐吃，表姐怎么会吃错东西呢？那我就继续带补品来给你吃。嗯。皇贵妃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很痛啊！我的肚子很痛啊！小明，准太医是。思强，扶皇贵妃去寝室。我们回去休息啊。表姐，娘娘，快点忍着，太医就到了，小心，忍着。桂纶，很痛啊！岂有此理！刚才大殿之上，满朝文武仍为运河终点一事争论不休。朕已经下了决定，他们为何仍然争持不下？皇上，这是因为开凿运河不能草率行事，请皇上三思。皇上，纳兰大人所言甚是，希望皇上再从长计议。够了！朕已经说得很清楚，福为民所开，没什么比百姓的福祉更为重要。运河的终点仍然在成安镇。奴才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皇贵妃娘娘身体不适，已经传了太医过去诊治了。起驾请人工。皇上起驾。皇上，爱妃，臣妾愧对皇上。爱妃，你的身体虚弱，要多多休息，啊！太皇太后驾到！叩见太皇太后。平身。谢太皇太后。皇贵妃怎么样了？龙胎能不能保得住啊？叩见太皇太后。许太医，如今皇贵妃如何呀？太皇太后恕罪，皇贵妃娘娘不幸滑胎。滑胎？何以皇贵妃会无故滑胎啊？一定是你办事不力，是不是？太皇太后恕罪，请太皇太后息怒。皇贵妃突然滑胎，绝不会事出无因。会不会是皇贵妃吃错什么啦？皇贵妃到底吃过什么东西？你说。回太皇太后，皇贵妃近日饮食无常，除了什么啊？除了二福晋近日常拿补品来给娘娘安胎，还送了个香囊给娘娘。禀怡亲王，经太医再三验视，确定二福晋送去给皇贵妃的人参滋补汤并没有任何异样。卑职也检查过二福晋送给皇贵妃的香囊，里面只是一些凝神作用的草药，并无异样。所以卑职认为皇贵妃滑胎一事跟二福晋无关。二福晋和皇贵妃一向感情要好，本王也不相信二福晋会加害皇贵妃。参见玉亲王，属下有要事禀告。说。有太监来报告，在御花园兰心亭附近发现惠妃娘娘的尸首。惠妃当日犯下滔天大罪，被太皇太后囚禁于里仁宫，何故突然身处御花园，更离奇毙命？此事的确扑朔迷离，但依尸首看来，表面上惠妃是自枪而死。我们在惠妃的另一只手中，还发现了这包血结，就是皇贵妃误服的滑胎之物。真是没想到，居然暗中有案，皇贵妃被奸人所害，居然和惠妃有关。本王一定会查清楚当中的真相，再向皇上禀报。皇上，经臣查证，毒害皇贵妃的人就是惠妃。想当日，惠妃也曾用血结来污蔑皇贵妃，令自己滑胎。如今惠妃尸体手中也发现血结，可见是有迹可循。居然是惠妃毒害皇贵妃。臣认为，惠妃是趁太监一时不慎，
逃离李仁宫，再潜入御药房偷走血节，再把血节混入皇贵妃茶壶之内。由于血节无色无味，皇贵妃不知不觉服下，引致滑胎。皇上，惠妃对皇贵妃心存怨恨，可能是她知道皇贵妃怀有龙种，即将母仪天下，深深不忿，于是偷跑出来毒害皇贵妃，再畏罪自杀。只怪朕当初一时心软，没处死惠妃，只是将她囚禁在李仁宫，是朕造成的错，令皇贵妃受害。皇上，请恕奴才大胆。虽然刚才玉亲王所言句句成理，但是当中仍然存有可疑之处。李仁宫素来被严密看管，惠妃是否因为太监一时失职就可以成功逃出？而且还要潜入御药房偷药，还要再找时机下手，期间一直都没有被人发现。皇上，纳兰侍卫所言不无道理。宫中守卫森严，关卡重重，惠妃要进出自如，并非易事。这件事关系到皇贵妃的安危，必须谨慎处理。朕只是怕暗中另有主谋，朕就把这件事交给多宝和容若去查。奴才遵旨。这个是不是二福晋送给皇贵妃的香囊？对，侍卫营已经验证过一次，说是一般的凝神香料。云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超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但借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